Buonasera a tutti, chiedo scusa per il video che io ho fatto a tutto il popolo cinese, che io voglio tanto bene, sono veramente bravissimi, tutto il popolo cinese, tutta bravissima gente, sono stato anche io in vacanza in Cina, molto bello, molto bravi, molto belli e veramente vi voglio bene. Chiedo ancora scusa per il video che io vi ho fatto e chiedo scusa anche a tutto il popolo di Taiwan, che non succederà più, soprattutto noi siamo gente italiana molto scherzosa e vi chiedo scusa. Forza Taiwan, forza Cina, ciao, I love you Cina, I love you Taiwan。大快人心哦！意大利餐厅辱华，市长亲自出面训斥，店铺关门或将面临巨额赔偿。今天要说这位意大利披萨店的老板，那就是典型的不作死就不会死。刚开始拍视频嘲讽中国台湾游客的时候啊，那叫一个心高气傲，那个鼻孔恨不得朝天上去。结果呢，事情一闹大，那一跪划的叫一个标准，瞬间知道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道歉认怂的速度比他烤披萨速度都快哦。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披萨的纠纷，更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某些老外的种族歧视嘴脸，也照出了咱们海外华人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团结。听我给您细细道来。这个事啊，发生在意大利一个叫蒙特卡蒂尼的小镇。这地儿吧，听名字挺洋气的哈，就在佛罗伦萨边上，那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咱们都知道啊，这个老年人退休了，手里面攒了点钱，身体还硬朗，最大的愿望呢，就是跟老哥们儿、老姐妹啊一起出国转转，看看西洋景。这不啊，前几天啊，就有这么一个来自中国台湾的老年团，一行16个人，开开心心的来到这个小镇。这一路是走走停停啊，看着意大利的古建筑啊，心情肯定特别好。那到了饭点啦，大伙儿就寻思着，来了意大利了，那得尝尝正宗的意大利披萨呀，对不对？于是呢，这16位叔叔阿姨啊，就走进了一家披萨店。那大家落座之后啊，问题来了。咱都知道，这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是啥？是分享啊，就是这个大圆桌一围，菜往中间一放，大家一起吃，热热闹闹的。而且老年人嘛，消化功能不如年轻人，饭量也小，再加上这一路车马劳顿的，可能也就是想尝个味儿，垫吧垫吧。所以呢，这16位老人最后商量了一下，一共点了5张大披萨，外加3瓶啤酒。你听听，这过分吗？在咱们看来啊，这太正常不过了。这老年人本来吃的就不多呀，一人塞张大饼，那谁受得了啊？但是呢，在这个店主眼里啊，这个事就大逆不道了。这个老板当时脸就拉下来了，他心里是怎么算呢？他觉得啊，你们占了我16个座位，就点了5张饼，那我这翻台率怎么算呢？我这人头费怎么算？Siamo 16 cinesi o giapponesi? Quante pizze? Cinesi. Ecco, quante pizze? Quante pizze? 5 pizze in 16 persone, ve le faccio vedere. Sono i cinesi di merda ci sono? 16, 4 pizze o 5, non ricordo. Ma ve le faccio vedere. 咱们说实话啊，如果你嫌点的少，你可以明说呀，你可以说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边有人均低消，你或者说能不能再多点点饮料？但是这位老板呢，他不走寻常路啊，他没想着好好沟通，反而是动起了歪心思。这老板啊，拿着个手机，假装是在拍店里的热闹景象，笑嘻嘻的走到这群老人的餐桌前。这个时候啊，这群台湾的大叔大姐们他们在笑。哎，你想啊，大家出国旅游嘛，心情本来就好，看着这个老板拿着手机拍自己，还以为是意大利人民热情好客，想记录下国际友人的美好瞬间呢。这老人们一看镜头过来了，那是相当配合呀，有的面对镜头微笑，有的还竖起了大拇指，用肢体语言夸赞。哎呀，你们这个披萨味道不错。这老人们那会儿心里肯定在想，这个意大利老板真不错，还跟我们互动呢。Due, ciao, da dove vieni? Vado in Cina? Cina? Taiwan. Taiwan? Andate una... Guarda, guarda, spettacolo, grandi! Ale! 16 persone e 5 pizze. Taiwan, Taiwan! Bello, top, bravi! Questi sono turisti di Montecatini, spettacolo! Sembra più 11 centimi. Più? È pazzesco, è apocalittico. E ci sono 2 belle ragazze, Fabi, eh? Una arriva e questa, bellina, ciao! Buona, Kusna? Buona? Ma non sanno parlare neanche l'inglese, zio Maya. Allora 4, 8, 10, 13 persone, mi scuso Fabri. E 4 pizze. Queste sono turisti di Montecatini. Ciao, saluti anche. Mandatela a fanculo, mi importa una sega a me. 哎，你听听，这叫人话吗？第一，这就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嫌点的少，你可以不卖啊，但你不能一边收着钱，一边骂着娘，还把人家的笑脸给拍下来发到网上当笑料啊，典型的两面三刀啊。那第二，老人们直到吃完饭结账走人，甚至离开店门口的时候啊，还在跟老板说 Thank you, good food。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啊，把自己的一腔善意给了一条咬人的狗。那这一幕呢，真的太让人寒心了。
在这儿咱得说一个非常有意思，也特别值得某些人深思的细节啊，就是这个老板问你是哪儿人呢？这个游客说我是台湾人。结果这个老板转头骂的时候，骂的是什么？他骂的是该死的中国人。这说明啥？朋友们，这个事儿太讽刺了啊！在咱们这儿呢，可能有些人非得把大陆和台湾分的是清清楚楚，甚至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台湾人就高人一等，就更国际化，就跟中国人这个概念不一样。但是在这些傲慢的西方种族主义眼里对不起，没区别。不管你是来自北京、上海还是台北、高雄，不管你说是京片子还是台湾腔，那在他的眼里那就是黄皮肤黑头发，那就是 Chinese。 他歧视你的时候可不会先查查你的护照封面印的是什么花。所以说那些个平时觉得自己脱离了低级趣味，觉得自己跟大陆没关系的人真的该醒醒了在这个意大利老板眼里你们就是一回事儿。这也应了那句老话，出门在外，别人看你就是一张中国脸，你的荣辱是跟整个族群绑在一起的。好，这个老板的视频拍完了，他最骚的操作来了，他居然自己发到了社交媒体上。他可能觉得，哎呀，老铁们快看这群亚洲人多抠门我骂他们听不懂还嘲我笑，我是不是很幽默？他以为这能引来一群意大利人的点赞和嘲笑，殊不知他这是亲手按下了自己店铺倒闭的自毁按钮。这视频一出来呢，立马就被当地的华人看见了。这一看不要紧火当时就窜上来了。咱们华人现在是遍布全球，意大利那是咱们的大本营之一，尤其是浙江温州、青田的老乡们在那边那是相当有实力的大家一看这个视频，好家伙，欺负老人，欺负不懂意大利语的中国台湾老人，还种族歧视，这个事儿能忍吗？绝对不能忍。这个视频短短几个小时就在华人圈子里传疯了，大家没有在那打嘴炮，而是迅速展开了3路围剿。首先是网络轰炸，一夜之间，谷歌地图、猫头鹰上这家披萨店的评论区被攻陷了。华人们不仅仅是骂，而是有理有据的把视频截图翻译贴上去，告诉全世界的游客这是一家种族歧视的黑店，评分直接从几颗星干到了地板砖。那其次呢是官方投诉，大家把这个证据整理好，直接发给了蒙特卡蒂尼的市政府、旅游局，还有反歧视机构。这意大利虽然有些个人素质不行，但是在法律上对于种族歧视还是很忌讳的，尤其是这种靠旅游吃饭的地方。市长一看这事也慌最后也是最狠的一路浙江商会出手了。据说有华人直接联系了意大利的浙江商会，那这帮做生意的老大哥们那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他们表态了，这个事不能不明不白的过去。如果那个台湾旅行团愿意配合，咱们出律师费，咱们出人，直接起诉这个老板。那按照欧洲的法律这种针对特定族群的侮辱和侵犯肖像权，一旦告赢了，每个人赔个几万欧元，那是轻轻松松16个人加起来能把这个老板赔得连底裤都不剩。你看这个时候谁还在乎你是台湾团还是大陆团？在海外的华人眼里这就是咱们家的老人受委屈了。这种护犊子的劲头真的听着就让人热血沸腾。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凝聚力这下呢，轮到披萨店老板傻眼了。他本来想发个视频博眼球，没想到捅了马蜂窝了，还是捅了这一代最不好惹的马蜂窝。那眼看着差评如潮这个生意没法做了，市长也找他谈话了，甚至可能面临着巨额赔偿。这老板那股子心高气傲的劲儿瞬间就没了。他先是干嘛呢？删视频、关评论。但这有啥用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这个视频呢，早就被网友下载备份，传的满世界都是了。眼看着删视频不管用，他只能又录了一个视频道歉。这回不骂人了对着镜头喊我爱中国，中国加油，台湾加油。然后还解释说啥？哎呀，我们意大利人就是爱开玩笑，这是文化差异，误会误会。呸！我信你个鬼呢！你骂人家是该死的时候是开玩笑，你偷拍人家的时候是文化差异这就是典型的鳄鱼的眼泪，把歧视说成玩笑，把恶意说成误会，这种毫无诚意的道歉谁信呢？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把你打疼了你才求饶。那如果你没被发现，指不定在背地里笑得多开心呢。结果怎么样呢？据说现在那家店铺已经关门了，口碑是彻底崩坏了。过往的游客可能会路过进去吃一口，但是现在大家吃饭前谁不搜评论那这一搜全是骂他是种族主义者的，谁还去呢？这简直就是自绝后路米格体育报这些主流媒体也报道了虽然说这个意大利有点餐习惯的差异，但是也明确指出了这老板把消费习惯上升到种族攻击，就是越过了红线。这事讲到了这儿结局可谓是极度舒适恶人有恶报。咱们的老人虽然受点委屈，
但是海外的同胞帮他们出了这口恶气，这也给咱们提了个醒。第一呢，以后出国旅游遇到不公正的待遇别忍着。那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咱们身后有这么大的同胞群体该曝光曝光，该维权维权。这第二呢，还是那句话不管咱们内部有什么分歧，出了门咱们就是一家人。那些台湾老乡们经过这事估计心里面也得掂量掂量，关键时刻是谁二话不说站出来帮你们撑腰，还不是这些你们可能平时有些偏见的大陆同胞吗？那这个老板呢，用他倒闭的店铺给我们上了一课，在这个世界上，尊重是相互的。你想赚中国人的钱，就得学会尊重中国人。想一边赚钱一边骂人，对不起这碗饭你端不住。好啦，今天这个事就聊到这儿了。那对于这老板的下场，还有咱们海外华人的这波硬核操作，你有什么看法呢？你觉得这个老板的道歉咱们该接受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一起聊聊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